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这几处长痣的人财运遭到破坏，很难发大财。志向其实跟面相都差不多，能够传递一个人的命运相关信息，但是痣所长的位置很重要，位置不同也代表着人生机遇的不同。有的痣长得好，颜色好，就会有好的机遇和财运。相反，如果痣长的位置不好，颜色比较深沉，那么可能就会遮挡其财运，一生恐怕很难有所积蓄。一起来看看那些遮挡财运的痣都长在什么位置。一、左边夫妻宫有痣。相学中的夫妻宫指的是从眼角到太阳穴处的位置，又被称作是奸门，代表着一个人的夫妻感情以及婚姻幸福指数。通常夫妻宫平滑干净，没有什么恶疤或者痣的，属于好的面相。不仅夫妻感情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而且在职场中也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假如夫妻宫有痣的话，则此人不仅婚姻运势不佳，财运也会受到影响。通常右边夫妻宫长痣的人容易招惹烂桃花，会有出轨劈腿的事件发生。如果是左边的夫妻宫有痣的话，表示此人的财运不济，一生当中很难遇到生财的机会，日子过得有些艰辛，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收获也不多。二、印堂有痣。印堂又被称为命宫，在相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堂开阔平滑干净，没有疤痕和痣的人，大多心胸坦荡，眼光长远，胸有大志，具有领导风范。如果印堂痣遭到破坏，有什么疤痕或者有长痣的话，对财运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表示此人的财运被遮挡。有的严重的还可能会经常破财，即使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赚到一些钱，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守不住，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此这种面相的人日子也是过得有些清贫，很难有机会发大财。三、鼻准头有痣。在相学中，而鼻子下面的部分，包括鼻翼、鼻准头，被称为财帛宫，掌管着一个人的财运。通常鼻准头生得圆滑干净，有肉包裹之人，很有好的福气和财气。但如果鼻准处有痣，并且痣的颜色特别深沉暗淡的话，表示此人财运受阻，无论自己再辛苦努力，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回报。有这种痣的人虽然性格较好，能力也不错，却很难能遇到给予自己帮助和支持的伯乐，再加上财运不佳，所以即使自己付出的很多，也很难有多少钱。四、鼻翼有痣。鼻翼在相学中表示着一个人的财库，如果鼻翼生到饱满圆滑的话，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很好，而且这主人的偏财运也特别好，能够通过投资赚大钱。但如果在鼻翼部位长有痣的话，预示此人的财运有所遮挡，常常都会遇到一些破财的事情。尤其是男性的鼻翼长有痣的话，更是代表财路受损，即使很辛苦的劳作，恐怕也很难有赚大钱的机会，因为他们就算赚了大钱，也被他们给挥霍掉了。这种志向的人不会计划，赚多少花多少，所以手上没有多少钱。五、耳垂有痣。耳垂在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和福气，通常耳垂长得厚大饱满的人，福气深厚，心存善念，为人正直善良，终有福报。如果耳垂部位长有痣的话，就是财运遭到了破坏的意思。虽然其人头脑聪明，赚钱能力也很强，赚的钱也不少，却往往守不住财，即使赚了钱，也会被自己挥霍一空。如果是男性的耳垂有痣，大多数会把钱财花在女人的身上，这种志向的男人看人只看表面，容易轻信他人，从而被骗取钱财。六、额头有痣。额头在相学中被称为天庭，如果天庭饱满，表示此人一生事业发展顺利，收获丰厚。如果额头宽大红润，其人一生运势较好，仕途多交。但如果额头上面长有痣的话，表示财运遭到了破坏，仕途不顺，很难发大财。就算你的家世再好，也经不起你的破败。这种志向的人一生坎坷不平，还常有破财或者是被骗的事件发生。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无奈财运不济，做什么都很难获得丰厚的收益，所以想要发大财有点难。而如果痣长在这几个部位，则赚钱能力超强。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痣，只是多少不一样，所长的地方也不一样。痣的好坏可以分为多种，
但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那就是好痣与坏痣。有的人也会为了美观就跑去点痣，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些痣真的是不能点，因为那是你的财运和运气。如果你把它点掉了，你的财运也会跟着被破坏。一起来看看哪些部位长痣赚钱能力超强。1. 太阳穴上有痣。太阳穴在相学中被称为迁移宫或驿马宫，代表一个人的旅途、远行、升迁以及移民等等信息。如果说这个部位有了大的伤疤，或者是颜色发黑的恶痣的话，那就表示他们的运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经常在外面跑生意的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收入甚微。但如果这个部位长的是颜色有些红润的小痣，那就算是吉痣，是吉祥之兆。有这种志向的人聪明能干，事业心很重，通常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在职场或生意场上站稳脚跟，闯出一片天地。再加上他们财运很好，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赚钱的能力自然也是厉害，一生不缺钱财。2. 颧骨有痣。颧骨在相学中是代表着权力和威严，而女人的颧骨除了代表权势以外，同时也还能从颧骨看其老公的一些信息。如果说颧骨轻微有些凸起，并且有肉包裹，颜色红润，也没有任何疤痕破坏的话，那就表示此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权力，能够有较高的收入，而且人脉资源极好，能够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那么在颧骨部位长痣，并且痣的颜色是黑亮而不是灰黑的，这种人一般财运都非常好，做事情比较容易赚钱，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他们聪明能干，反应快，又具有经商头脑，善于交际，一般都有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是件很容易的事情。3. 鼻头有痣。鼻子在相学中是财帛宫，也是财库，主管一个人的财富，同时也能通过鼻子来了解其人的财运状态以及赚钱的能力等等。鼻梁高挺笔直的人一般正财运较好，可以通过工作获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靠一些额外收入。鼻头长痣的人也是属于赚钱能力一流的人，财运好，能力强，遇到困难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去解决，并且从中获利。这种志向的人很会做生意，口齿伶俐，擅长社交，人脉资源好，再加上头脑聪明，很适合自己创业经商，一生不会缺钱花。4. 眉中藏痣。眉毛在相学中代表兄弟宫，虽然没其他部位重要，但也能通过眉毛来了解一个人的运势以及命运。眉毛顺滑而又浓密者，通常运势都不错。那么眉毛的中间有痣，有眉里藏金之说，无论男女都非常聪明能干，具有大智慧，赚钱能力一流。因为眉毛里面长的痣是暗痣，古代志相学中有说暗痣比明痣要好，有暗财的意思。那么眉毛里面有痣，也就代表此人正财偏财都被别人略胜一筹，一生不缺钱。5. 下巴有痣。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田宅宫，在古代是跟田地住宅有很大的关联，在现代的话则代表动产和不动产以及财运和运气等等。下巴长得圆润饱满的人一般都有较好的运势，尤其是偏财运方面，总能够受到意外之财。下巴长痣的话，则表示此人财路宽广，运势较好，赚钱门路很多。他们大多数家境优越，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又能够得到父母长辈们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志向的人财运好，能力强，不仅正财进账快，偶尔还会有一些意外之财到账，所以他们的生活大多都是富裕的。6. 头顶有痣。头顶上长痣是长在头发里面的，也称作是暗痣。长在头顶的痣是发财痣，也是贵人痣。有这种志向的人比较少，也不太容易被发现。这种志的人聪明伶俐，能力强，财运也好，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什么工作，都可以赚取到很多的钱财，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他们不仅自身厉害，赚钱能力超强，身边还有贵人相助，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的事业进展顺利，工作职位升迁。3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3种短命相，希望你没有。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与个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生活习惯关系着身体的健康，但其实寿命与面相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个人是长命百岁还是英年早逝，都是可以从面相中看出来的。那么哪些是容易早逝的短命面相呢？今天小酱汁就来和大家说说。一、短命面相的特征。一、头发枯黄。如果一个人的头发枯黄，看起来没有任何光泽的话，说明肾气不足，身体素质较差，在平时生活当中容易被疾病入侵，而且这类人大多患有肝肾方面的疾病，这些疾病往往也会影响着寿命，甚至在中年时期就有可能因为疾病而突然离世。二、人中短。相学当中，人中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寿命。如果人中比较浅，而且非常短的话，这是典型的短命之相。这种类型的人与长寿无缘，大多数人都会因为意外身故，即使没有遭受意外，在晚年时期生活也会过得十分坎坷。三、耳垂小。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如果耳垂厚大的话，说明晚年运势较好。如果耳垂小或者没有耳垂的话，这类面相的人大多生活非常凄苦，寿命也非常的短，活到70岁对这种面相的人来说已经是极限。四、唇部包齿。唇部包齿即我们常说的龅牙，牙齿突出之人一般肾气比较旺盛，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比较的直率，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容易口出伤人，性格暴躁而直接，容易伤害到身边的人。这种人攻击性十分的强，也没什么进取心，非常的不争气。若是再加上声音嘶哑的话，非常的难相处。性格太过急躁的话，容易造成元气的流失，导致寿元很短，为短命之兆。五、身上痣多。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痣比较多的话，这种征兆也非常不好。因为身上痣太多的话，说明黑色素沉淀，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体内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将来很容易发生病变。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痣非常多的话，就要多观察形态的变化，也要及时就医检查，以免耽搁。六、印堂发黑。在相学当中，印堂与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如果印堂饱满的话，说明身体条件较好，属于长寿的面相。但是如果印堂发黑或者是颜色较暗的话，这种面相则非常的不好，属于容易患病或者是遭遇意外的面相。七、法令纹短。法令线即是鼻翼两边向下到2个嘴角边呈8字的皱纹，一般情况下法令线越长越好，代表着命贵多金。如果法令线太短浅，而且不超过2个嘴角的话，在面相中看来，这种人大多命格苦楚，属于短命之人。八、嘴唇发黑。嘴唇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寿命。如果嘴唇颜色长期处于比较暗的状态的话，说明健康有问题，将来难以长寿。这类人群要格外关注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患心脏病的概率非常的高。九、命门发暗。命门即耳眼到面部2到3公分位置的地方，如果颜色比较暗的话，说明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这类人想要长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常常会患上一些重疾，甚至还会中年早逝。10、眼睛浑浊。如果眼睛明亮有神，说明身体好，精神足，是有福之人。但是如果两眼睛距离过近，而且眼光呆滞混沌，看起来就像没有睡醒一样，缺乏精气神儿，那么这种人大多胸中积郁，神思不振，在面相学中也被视为短命的征兆。11、鼻梁塌陷。在面相中，鼻梁的上部到山根的位置是12宫中的极恶宫，关系着我们的身体情况。此处应饱满圆润，有肉包裹为最佳。只有这样的人，身体条件先天才会优越，一生少有落病。
即便是偶尔的疾病，也能够快速的康复。但若是这里塌陷的女人，那必定是从小体弱多病。女人本来在身体上与男人相比就不占优势，这里再塌陷，不仅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还会使之寿命受到影响，注定不能长寿。12. 法令纹过深。法令纹在面相中代表了官运、业务、指挥权等等，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长寿。这里也被称为腾蛇入口，在现代的医学解释中，是患有消化器官类的疾病，影响到了食物所带来的能量对全身的传输。所以若是有女性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早日治疗，不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抵抗力变弱，只会有更大的麻烦。13. 人中细小。人中就是我们鼻子下方的那一条沟，与我们的寿命息息相关，在面相中代表了子女运，这里长得好坏与我们的人生关系就大了。而人中细小的人一般子女运较弱，甚至膝下并无子嗣，就算是有，那也是与之关系并不和睦，从中定然有着隔阂。而若是如此，那这种人在晚年时就没人供养，需要自己外出工作，以年迈的身体工作，定然会有影响，所以注定活不长久。2. 身体6处短命痣不能留。1. 人中有痣。人中上面长的痣会被认为是象征短命的痣。为什么这个位置的痣会被认为是短命的痣呢？主要是因为人中在面相学中，主要是人的生育、生殖功能的一个体现。而在这个位置生有一颗恶痣的话，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明此人的生殖方面不会特别健康。若是女人的话，很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就会有妇科方面的疾病，再者就是婚后也会有生育方面的问题困扰着此类人，尤其是在生孩子时需要特别注意生育安全。而男性朋友此位置有痣的，则是容易因小失大，导致灾祸频频发生，无法健康。2. 鼻梁有痣。鼻梁代表的是人的心脏部位，如果鼻梁有痣的话，说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可能会患上一些较为严重的心脏疾病。对于鼻梁长痣的人，平时要多关注自身健康的问题，养成每年体检的习惯，尤其是在心脏方面，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及情绪，尽量不要急躁，以免突然发病威胁生命。3. 天门有痣。天门位置的痣也被称为短命痣，天门也就是脑门。天门是每个人的命宫，如果天门上长有恶痣，说明此人的命宫出现了问题，整体的命数会变得非常的短。一般天门长恶痣说明身体情况不好，存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尤其到了中年时期，可能会疾病缠身，需要常年与医生打交道。4. 法令纹长有恶痣。凡是长有这种面相特征的人，都会健康有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短命之人。一般50岁之前法令纹就出现的人，本就是劳苦之人，再加上法令纹上面有恶痣的话，则说明这类人会因长期的奔波劳累而积劳成疾，疾病伴身，从而会有早衰或者英年早逝的可能。所以一般法令纹上面长有恶痣的人，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早做预防，以免不测的发生，不要对自己的健康不重视。5. 脚底长痣。脚底长痣是非常不好的，脚底的痣因为经常走路摩擦，很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给人的生命以及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对于脚底有痣的人，平时一定要多关注痣的变化情况，如果在某一时间段突然变黑或者是变大，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有必要的话可以将这颗痣去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癌变的风险。6. 手臂长痣。如果手臂上长有一些黑色的痣的话，很有可能是毒素瘤，
患有皮肤癌的概率也会增加很多。不过，如果手臂上只长有1颗或者2颗的话，没有必要太担心，因为数量越多，患病的概率就越高。但是如果数量较少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太过于随意，平时也要多关注质的变化。人生在世，虽然说天命不可违，不过我们日常多留意自己的面相特征的变化，适当的将面相中不好的地方稍作修整，相信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等待着你。好了，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从手指长短看出你财运如何，适不适合做生意。从手指长短，财运怎么看呢？修长的手指一般都是非常好看的手型。在相学当中，我们的5根手指代表着不同的财运。那么你知道什么样的手指财运比较好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手掌厚实，本钱足。手掌厚实有弹性，代表活力充沛。这样的人，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充满干劲，所以最有赚钱的本能。相学家认为，健康的身体和聪明的头脑都是财富之本。想要赚大钱，如果没有傲人的背景和贵人相助，光是凭借自己的能力，那么身体的本钱就变得相当重要了。拇指厚扁有关系。拥有厚实拇指的人，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就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如果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则会出现过于谨慎保守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食指长的野心家。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企图心。食指过长，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是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中指短的行动派。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中指如果伸得过短，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如果能获利，纯属幸运；要是全盘皆输，将会从此一蹶不振。小指长，善经营。小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语文的表达能力极佳，而且喜欢言谈，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工于心计。所以虽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无名指长，赌性高。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4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情，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同意的。无名指长的人好赌，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小编提醒，
不可完全迷信于手相，还得靠自己打拼。相学只是对你的未来做一个预测，不可因为这一点就止步不前。只有不断努力充实自己，才能真正的获得成功，人生才会有价值有意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语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有什么说法？什么是十字纹？中国历朝历代都蕴含着相术文化，古人不管在建筑、医疗、嫁娶还是事业等方面，多数都会牵涉到相术文化。手相文化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据记载其起源地有三，分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洋三支。在民间，手相文化更是历史悠久，绵延不绝。古代相士在给人观相的时候，除了手相，多半还会观其面相、骨相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中的掌纹亦会因时间而发生改变，所以古人通常就会利用手指的粗细和纹路的变化来预测未来之事。在古印度的一些壁画中，还残留着一些关于古印度的手相记录，足以说明手相文化在古印度的流行程度。此外，中国的手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朝时期，那个时期手相就已经开始盛行。但是要说到手相文化的完整论著，那就是西汉女相学家许父的《许父相法》一书。此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具有系统性的相术论著，还为后世相学名家所借鉴，将手相列为人相学中的一个部分。民间关于掌纹的俗语数不胜数，其中有一句说的是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顾名思义，古人认为一个手掌中拥有十字纹的人，一生都将不会受穷挨饿，是富贵之人。很多人或许疑惑，十字纹跟一个人的穷富有什么联系？所谓的十字纹，就是指手掌中的十字形状的纹路。古人认为此纹路通常居于天纹和地纹之间，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智慧线和感情线的中央位置。而十字纹在手相文化中，则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具有预测未来的说法。十字纹不管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都被古人认为是具有远见和才能的人。古人之所以认为十字纹神秘，是因为十字纹最早是源于阴阳之说。他们认为在盘古开天辟地之时，阳为天，阴为地，万物乃阴阳之气所化，而人也是这万物中的一员。所以在古人的认知当中，十字纹是神秘的纹路，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玄学说法。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十字纹跟人的手型大小、所处位置也有联系，不同的手型和位置所代表的寓意也不尽相同。当然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说法，就会令人震惊之余又多了怀疑。十字纹固然稀少，但并非拥有它就能事业成功、一生富有。手相文化虽然在我国由来已久，是古人通过几千年的智慧获得的结晶和经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自然有可取之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这些说法带有主观意向，不被人所接受。手有十字纹，一生不受穷，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强调十字纹稀少、罕见的想法。所谓的一生不受穷，则是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生活的价值，自然就会是一生富贵、衣食无忧了。所以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口水都塞牙缝，这话并没有错，因为人的身上遍布磁场，非常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因此一旦运势开始走低，坏磁场的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屋漏偏遇连阴雨，衰运连连。第二，象征女人命好、财富的9种手纹图，快对照看，每个人的手纹都是有所不同的，
而且细细看去还能找到一些规则。手中的这些纹路往往都和命运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手相学中，哪9种手纹的女人命好？一、财运纹。好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财富运好。想知道自己财运如何的话，看看这条财运纹就知道了。财运纹的位置比较好找，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2、星形纹。手纹之中，星形纹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如果有星形纹的话，真的是恭喜你啦！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3、井字纹。井字纹也是用来判断事业方面发展前途的。拥有井字纹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拥有更多获取巨大财富的能力，是很令人羡慕的哦。4、田字纹。不仅是田字纹，包括像是有口字纹的话，也是好的征兆。这种手纹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5、豪宅纹。这个想必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吧？豪宅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了。豪宅纹的位置在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6、黑字纹。手相之中，黑字纹比较少见，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拥有黑字纹的人会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字纹需正好在拳头内。7、公印纹。公印一般在办公的时候见得最多，公印纹代表着工作、事业。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8、玉桂纹。无论自己多优秀，想要成大事，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玉桂纹的意义就很重大了。玉桂纹起于乾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9、祖弼纹。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挫折，有祖先庇佑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祖弼纹因得长辈之印币而命名，拥有祖弼纹的人容易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第3，娶妻看嘴巴，嫁汉先手掌。流传千年的婚姻忠告，古人认为一个女人的嘴巴大小和形状是决定一生幸福的关键，甚至说还可以从一个人的口型断定未来命里孩子的多少。因此古人在选择女性时都会把口看得相当重要。在面相学中，嘴巴关系着一个人的幸福、食禄和贵人。可以通过嘴巴的形状来判断一个人，嘴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出对方是不是有福之人。一嘴巴宽大，嘴大吃四方的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不过这个一般比较适用于男人。如果一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不仅会影响美观，而且这样的人在金钱的使用上较不懂得节省，容易出现挥霍浪费的情形。2樱桃小嘴，有这样嘴型的女性一般都个性保守，比较满意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较高，同时也有口才好的表现。在旧社会时期，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
女性负责整个家中的生活起居和关系协调，所以女性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关键人物，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让男人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拼搏奋斗。三嫁汉先看手，古代认为手长大而健壮肯定是个有本事的男人，选择这样的男人没错，因为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里，男人的身体是否强壮，手掌的大小是否有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在当时，一个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通过男人的双手努力打拼而来的，所以女性在找老公时，就会看他有没有一双能够赚钱的手。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